8岁那年，沈慈将我捡回家，被他父母收养，他们拿我当童养媳。可我并不知道，沈慈从不知晓，为不忤逆父母，他娶了我，却愿读了我的算计。新婚第2天就丢下我跑回北疆，3年后带回北疆的妻，我再提和离，他嘴唇一勾，极尽嘲笑。以退为进，又是这招数，你烦不烦？你连娘家都没有，离了将军府还能去哪里？谁说我没家？我已经找到亲生父母了，他不愿和离。那等2月后满3年，我便能以3年无所出，自请下堂。沈慈从北疆回京述职，带回个女子，跪在养父母面前，说要娶她。我与苏婉真心相爱，已许下一生。我扶着门框站稳，抬眸看他。你要纳妾？沈慈脸色严肃，纠正：不是纳妾，是娶妻。他看向我，声线冷淡：放心，你的正妻之位不会动，我依然待你如妹。顿了顿，他又补了一句，无比认真：但苏婉是我真心要娶的妻子，跟你不一样。我心口一痛，像豁开一个洞，呼呼地灌着北风。我听明白了，我只是个挂名妻子，但苏婉才是他正经八百的妻，既没有忤逆父母，也不算有富家人。那些割人心肺的话，他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。沈慈冷冰冰地看着我，那冷意里还透着一种淬了毒的怨。从他认定我算计他成婚起，他就怨毒了我。8岁那年，我跟爹娘失散，是沈慈把我捡回了将军府。养父母心善，对我悉心教养，我懂得知恩图报，懂事听话，把府里上下打理得妥妥帖帖，待人接物挑不出一丝错处。后来他们做主，将我许配给沈慈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我高兴的一晚没睡着觉。可沈慈知道后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暴怒之下，茶盏狠狠摔在地上。碎瓷溅到我裙边，父亲母亲怎能擅作主张？他青筋直跳，怒不可遏。我只当云舒是妹妹。我乖巧听话，体贴养母，事事圆融。养母只愿意我当她儿媳，不肯让步。沈慈不想忤逆父母，还是娶了我。可新婚第2天，天还没亮，他就请命回了北疆。此后只有年关述职，他才回家。夜里从不踏足我卧房，白日不是去兵部，就是与同僚应酬。即便在廊下遇见，他也只是朝我淡淡一点头，客套疏远。我曾说过跟他和离，他的回复慈悲又残忍。要的荣华富贵，要的将军府夫人，我给你了。你照顾府里很好，我爹娘也喜欢，这就够了。除了此之外，其他的我给不了。我默默收回和离书，指尖冰凉。退出书房时，声音从背后传来，恨意蔓延。你算计人心，就该接受有人不愿被你算计的结果。我鼻子一酸，快步离开。在他眼里，我从流浪儿到将军府小姐，再到这少夫人，10几年光阴，处处都是算计。可人心总是贪的，我那时还想人非草木，我们还有一辈子可以耗。但我后来才知道，沈慈带苏婉回府那日，天光晴好，苏婉一身红衣骑在马上，利落的翻身下马。她眉眼明艳，带着大漠儿女的爽朗，鲜亮光彩的让人移不开眼。我心口猛地一沉，茫茫然想着，原来他喜欢这样的。苏婉瞧见我，几步便跨了过来，朝我一笑：我家将军这些日子不在京，辛苦妹妹家里照顾了。我家将军这4个字像针一样细细密密地扎进心口。我勉强弯了弯唇角，没接话。苏婉是北疆军户的女儿，使得一手漂亮的红缨枪。战场上，苏婉曾舍身相救，为沈慈挡了一刀，两人同进同出，郎情妾意，在军中无人不知。而这事养父母早有耳闻，只有我一个人被瞒在鼓里。书房里，我再一次将和离书推到沈慈面前：你既喜欢苏姑娘，就不要委屈了她。我朝没有两妻一说，和离后我就搬出将军府，将军放心娶她就是。沈慈抬眼勾起一边唇角，极尽激得。别又以这种退为进的手段，又是这招，你烦不烦？你连娘家都没有，离了将军府，你还能去哪儿？他还是不肯签。我再次收起和离书，决定另寻他法。谁说我没有家？我已找到亲生父母，他们来信已经动身前来，1月后可到。他不肯签也罢，在1月我们成婚就满3年了。3年无所出，夫可休，妇可下堂。到时我就自请下堂去。我出门，让人给爹娘带口信，嘱咐他们路上千万小心，不必着急。回来时经过练武场，听到养父大笑，我循声望去，看见苏婉正跟养父对招。自从养父年迈从战场退下来后，便赋闲在家，府里没人敢陪他喂招。如今许久未听过他这样开怀大笑。场中，苏婉一杆红缨枪舞得密不透风，身轻如燕，对上养父不落下风。养父难得露出一丝赞许，心头像被什么轻轻挠了一下。还记得沈慈带苏婉回来时，养父气得拍碎了桌子，将他压在祠堂跪了半宿。混账东西！云舒哪里对不起你？贤惠温婉，巧得体，把府里上下里妥妥帖帖。这些年你久在边关，都是云舒照顾上下，你倒好，被这个野女人私混。沈慈跪着，腰背挺直，为他说话。婉婉是我要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不是野女人。
养父气得差点背过去，哪怕家法加深，沈慈也不肯妥协。养父养母怜我，拍着我的手保证：云舒，别怕，我们不认那个女人，沈家只认你这一个儿媳妇儿。起初无论苏婉如何笑脸相迎，小心奉承，他们都没给过好脸色，只有冷言冷语，厌恶嫌弃。苏婉浑不在意，依旧笑脸相迎。她除了这横插一脚的身份，旁的挑不出错处。她能陪养父过招解闷，能说边关趣事逗养母开心，爽朗大方，毫不扭捏。没几天，他们脸色已不复冰冷。养母私下叹气：好好一个女孩，身子手好，性子也敞亮，怎么偏偏就看上个有妇之夫呢？冤孽啊！此刻场中两人收了势，养父看见了我，脸上笑意一收，眼神躲闪，朝苏婉摆摆手：今日就到这里，你在府里安分一些，不然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可语气早没了最初的严厉。苏婉笑着一应：苏婉，听老将军的。苏婉抹了一把汗，朝我走过来，笑容依旧明亮。妹妹莫见怪，将军每日都会陪我过几招，这几日他忙着进宫职，没人陪我练手，我来才找到老将军的。我淡淡点头，他看起来很想同我亲近，凑近了些，眼神好奇。妹妹从小跟将军长大，将军教过你枪法吗？不曾。他又问：那骑马赛马呢？也不曾。我如实以答，他顿时露出几分惋惜。那太可惜了，如果你会，等你来北疆，我可以带你去大漠看落日。将军带我去看过几次，是你京城没有的风景，可好看了。我站在原地，咬着后槽牙。他总能用最天真的话来刺我，说沈慈带他爸上骑马，风太大，他一件披风裹了俩，累得他腰疼。说沈慈手把手教他沈家枪法，他崴了脚，他亲自为他推功过学，好生粗鲁。苏婉看着我，笑得眉眼弯弯。过了片刻，又兴致勃勃道：将军说明日带我去皇家猎场，我定要猎一头狼回来。妹妹骑马不会，可惜去不了了。你想要什么，我给你猎。我觉得他有些烦，随口应道：没有，随便。好嘞。我不愿与他多话，转身就要走，错身而过时，他低低一笑。其实我好羡慕你啊。他轻声说着，语气像是玩笑，又像藏着真心。妹妹什么都不会，还是街头流浪出身，却那么好命，嫁给了将军这么好的男人，不像我，已经是边关数一数二的好姑娘，却还要跟人共侍一夫。风穿过庭院，吹得我衣袖鼓荡，一口气憋得我心里难受。他不必羡慕，很快就都是他的了。5天还没亮透，我就坐在窗下，开始研墨提笔。年节各府送礼，分门别类，谁家夫人爱用什么，谁家避讳什么，林林总总。清河在一边研墨，忍不住问：小姐，这些是你张罗了好些年，已经烂熟于心，怎么还要写下来？我笔尖未停止，淡声道：没什么，怕自己事多忘了。我是怕我走后接替的人理不清头绪。养父母年纪大了，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我既决定要走，便不想让他们再为这些琐事烦心。我伏案急写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晌午。前院一阵吵闹，下人慌忙来通报，说是苏婉在猎场受伤了。我搁下笔，起身拢了拢衣衫，走出房门。刚到廊下，便看见沈慈大步流星踏进门，怀里紧紧抱着苏婉。苏婉埋在他怀里，脸色苍白如纸。我心头一惊，迎了上去。这是怎么？沈慈并不看我，径直从我身旁越过，只是侧目而来时，那眼神冷如寒霜，心口一刹那被冻住，瞬间沉了下去。来不及细想，我定了定神，忙吩咐清河去请大夫，然后拉住下人问了原委。苏婉追猎物时从马上摔了下来，伤了内里，导致旧伤复发。大夫很快就来了，说问题不大，但短时间内不能动筋骨，需得卧床静养。主院里，沈慈坐在床边，握着苏婉的手，满眼都是心疼。他向来内敛冷言，这样的柔情我没有见过。我试图宽慰，大夫说了，并无大碍，将军不用担心。看着苏婉苍白的脸，我随口问了一句：猎场地势平缓，马儿也温顺，怎么摔得这样重？闻言，沈慈眉目舒得一沉，隐隐有些愠色。本晚出来京城，不熟悉京郊猎场的情况。这个季节本就兔子稀少难寻，为何要故意刁难？非要他给你猎什么兔子？沈慈言语森冷，拼了命去追，这才受了伤。他盯着我，仿佛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。我满腔委屈，忍不住顶了回去。我随口一说，只是客套话，他不是3岁小孩，听不懂吗？我并没有逼着他给我带。沈慈瞪大眼，好像没料到我会顶嘴，声音更冷。还有呢？床榻上，苏婉扯了扯他衣袖。将军，你别怪妹妹了，是我不自量力，我只是想让她开心点。沈慈见他醒来，立刻转头看他，平声交代：你不需要讨任何人欢心，做你自己就好。我张了张嘴，只垂下眼，低声应了句：是我思虑不周了。清河站在我一旁，眼眶通红，想开口说什么，我拉住他的手，摇了摇头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人的心都是偏的，
苏婉受伤后不能出门，整日闷闷不乐。沈慈怕他无聊，推掉了许多应酬，几乎整日待在府里陪他，让人在院里放纸鸢给他看，给他带会说话的鹦鹉，好看的好玩的，他都恨不得都捧到他眼前。这还不够，他们还看上后院苗圃，清河匆匆跑来说沈慈要把苗圃铲了，用来做练武场，这样以后他们夫妻每年回来能有个大点的场地活动筋骨。我心头一紧，放下手里的账本赶了过去。我到时下人手里的锄头抡得热火朝天，我精心侍弄的那些牡丹、杜鹃花瓣零落，一片狼藉。我不爱华服珠翠，就爱种些花花草草，都是我花了心思的。府里花园那么大，主院后面也有空地，选哪里不好？住手！我来了气，喝停了下人的动作，众人停下，看看我，又看看沈慈。沈慈正站在廊下，苏婉依偎在他身旁，手里拿着张图纸。我走过去，迎上他的目光。这片苗圃不光是花草，里面还种了药材、三七、龟当，都是父亲母亲平日调理身体用得上的，你们不能动。苏婉奇怪地问道：都是普通的药材，药铺都能买到，怎么要辛苦自己种，馋一些，以后也用你辛苦打理了，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沈慈不说话，苏婉看了他一眼，扁了扁嘴。沈慈淡淡开口，朝下人下令，不容置疑。继续。苏婉靠在他臂弯里，朝我微微弯了弯唇角。我气得眼眶酸胀，当即去找养母，他却只是蹙了蹙眉，拉着我的手叹气连连。你又何苦跟唱他这个反调？不过是一片花圃罢了，你不如成全了他，让他掂着你的好，往后也对你好一些。窗外枝桠簌簌，都在笑我的天真人心变得好快。养母以前中过风，大夫严令忌油腻荤腥，我日日盯着，生怕他贪嘴。苏婉来了之后，时常端来酱肘子，笑着说：贪多自然不行，偶尔尝一些又有什么所谓？但养母根本管不住嘴，我急了，叨了他两句，他脾气上来时也会跟我红脸酱肘子一吃。他起初冷着的脸也渐渐松动了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养母挺喜欢苏婉的，如今只是送他一片练武场，又有什么所谓呢？我捏着指尖的一株残花，垂下眼罢了，以后我也见不着了，无所谓他们怎么弄了。只是这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心口的某个地方密密麻麻的痛了一夜。自那以后，我彻底收了心，不再过问他们任何事。府里要拆哪堵墙，要挪哪棵树，我都默许。养母知道我心里委屈，没敢叫我操办他们婚礼，她自己一手操办。不到半月，整个将军府一片喜庆，红绸、红灯笼映得夜里一片暗光浮动。养母安抚我，叫我别多想，既然木已成舟，那就不能让人看了笑话，说将军府小气，要办就得办得体体面面，光明正大。我还是那句，我明白的。离婚礼还有半月，也是这个时候，我亲生爹娘抵达京城，我们约在酒楼相见。我们有说有笑，说起了很多儿时趣事。在最舒心的时候，一道欢快的声音冷不防响起：云舒妹妹，真巧啊！心里的松快一扫而空。我回过头，看见苏婉朝我招手，她穿了一身湖蓝色的绸裙，别有一番婉约风情，挽着沈慈的手臂，大步踏入酒楼，发间金步摇叮铃轻响。沈慈掌身玉立，好一对金童玉女。苏婉见了我，眼睛一亮，热情地将采买的东西往我面前亮了亮，吐吐舌头问：我是北疆人，不懂中原成亲的规矩，妹妹成过亲，可否帮我看看我买的东西对不对？可有疏漏？用最天真的话无声炫耀。我看了眼他们身后的张嬷嬷，毫不留情指出：张妈妈是府中老人，这些事她经手的多了，你是不是问错了人？苏婉表情一僵，一副做错了事的样子，往沈慈身边靠了靠。沈慈脸色一沉，他不高兴了，目光冷冽。我直视他目光，知道他接下来的话不会好听，但这次他没有目光极淡地扫过我爹娘。为何不向家会客？这两位是……我心头一紧，正犹豫如何解释，我爹已上前一步，从袖里抽出一本书。老人只是一介书院夫子，尊夫人托我寻一本古籍。我顺势点头。沈慈沉默了片刻，他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。苏婉咬了咬唇，扯了扯他袖子，柔声说：将军，我还有很多东西没买呢，我们去前面的铺子看看吧，我一生只嫁一次人。走出几步，沈慈却忍不住回头，想起他跟那对老夫妻有说有笑的模样，惊觉这几年他好像不曾那般笑过了。他心头莫名被什么刺了一下。成亲后他越发像一个贤妻，温婉得体，但也越发沉默。当年他带回来的明明是个爱笑的姑娘，恍惚只是一瞬。沈慈眉眼一敛，又硬起心肠，他变成今日这样，他也不想。可是算计他就要付出代价，这都是他应受的。我一天天数着日子过。初五这日，我醒得格外早，窗外天色还是青的，红灯笼摇曳。3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样的。到今日整整满3年，我起身自己梳洗，换上一身素净的衣裙，径直去了官府。掌户籍的周大人是我闺中密友的兄长，我早早就打了招呼，给我行个方便。民妇3年无所出，自请下堂。周大人看了看我，眼神复杂，
终究只是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问。提笔蘸墨，不消一炷香，写好了切结书，走出衙门。阳光有些刺眼，但心里那块压了3年的大石，终于可以放下了。我高兴地想着，以后沈慈再也没有借口怪我了吧？我现在是自由身，想去哪儿都是可以的。清河在府门等我，见我点了头，忍不住红了眼。小姐，你以后打算去哪儿？我笑笑，回家。那日在酒楼，爹娘见过沈慈和苏婉后，脸色一直不好。云舒，我们走，不图他家的荣华富贵，跟爹娘回江南去。家里有座小书院，几田菜地，日子清静，活得自在，不必看他脸色。我当时就点了头，终于能回家了。初时这日，将军府张灯结彩，沈慈再娶新妇，府中上下一片欢声，我也高兴。爹娘已联系好了南下的商队，已经定好了出发日子。拜堂前，沈慈不放心，觉得我会闹，警告我：今天我大婚，我希望你守好本分。他一身鲜红喜服，衬得眉眼分外凌厉。我露出一个得体的笑：将军放心，我一向懂事，不会给臣服丢脸。一日下来，我迎客收礼，言笑晏晏，处处周到。养父养母见了，很是欣慰。沈慈也罕见地对我缓和了脸色。师长近了。他顿了顿，3日后我要启程回北疆，可以想。话未说完，廊下一个娇俏的红色身影奔了过来，扑入他怀里。苏婉脸色绯红，娇羞地换了称呼：夫君，吉时快到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夫君，这是他从不让我叫的称呼。沈慈眼里笑意甚浓，低声道：我还能去哪里？就在这等你，你描个眉也太久了。我垂下眼，识趣的转身离开。沈慈出发回北疆的日子就在3日后，跟我出发回江南是同一日。这日我起了个大早，将熬夜整理好的手札交给清河，记录的都是养父母私食用药，连接各府打点门道，府中名册、账册我也一并对好了，厚厚一叠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我叮嘱：等我走后，你再交给老夫人。清河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：小姐，奴婢能跟您走吗？我也想带她走，但她身契在沈府上，不是我的人。我来时孑然一身，走时也不带走沈府一砖一瓦。我出门时两手空空，正好撞见整装出发的沈慈和苏婉，两人新婚燕尔。苏婉脸色红润，娇艳得像雨后海棠。沈慈在街前勒住马，皱眉问：你也出门？我点点头，面不改色的扯谎：城门口有急事，我去看看。他略一沉吟，竟道：上马车，我载你一程。我犹豫了一瞬，爹娘跟商队约好在城门等，我不想多生枝节，但我只是思考了一下，还是爬上了马车。我孑然一身，连个包袱都没有。他看不出端倪的马车里的苏婉有些不高兴，一句话也不跟我说。我靠坐在角落，一路摇摇晃晃，到了城门。马车停稳后，我先连探了出去。沈慈伸过来一只手，似乎是想扶我一把。我装作看不见，利落地跳了下去。站定后，朝他颔首：多谢将军相送。3年痴心妄想，我醒得太迟，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一路上，沈慈的眼皮跳个不停，心头一阵烦闷，但他说不出个所以然。马车过了关隘，换了快马，一路向北，终于在年关前抵达北疆。今年北疆的冬天格外漫长，白毛风一刮，天地一片茫然。他望着远处雪山，终于想起到底哪里不对劲。是家书以前，每隔1月总能收到京城来的家书，规整的簪花小楷，事无巨细的汇报府中近况。父母身体，云舒总是不厌其烦，按时寄来。信的末尾总是克制地问一句安否，他总不回信，今年一封都没有。沈慈看着空荡荡的案几，烦闷浮上心头，随行亲兵。云舒，这个月的家书还没到吗？亲兵挠挠头：我们回将军，没有。沈慈抿抿唇，让人退下。他站在城楼上，驻足眺望，关山路远，杳无人影。他知道云舒是生气了，只是习惯了面上不露，强颜欢笑。那天他大婚，他其实想跟他说，若他想跟来北疆，这次他就带他来了。他提过几次，都被他拒绝了。他想他算计对了，他已经开始有些在乎他了，他只是不愿意承认。下次回去，他可以对他好一点。他常年不在他身边，或许可以给他个孩子，让他后半生有个依靠。他打算下次他来信，他就好好跟他说道，再也不跟他针锋相对了。这么想着，心头那点郁气似乎散了些。沈慈微微勾起嘴角。时间渐逝，思念滋长。又过了2月，天气转暖，沈慈收起冬衣，1件、2件、3件，这才发现他的冬衣每年都是云舒提前备好，千里迢迢托人带来，袖口绣的翠竹或云纹，针脚细密，他一看就知道出自他手。1年1件，今年却没有，一股凉意倏地爬上脊背。这个月呢，还没云舒的信吗？清兵依旧摇头。他坐立不安，归心似箭，一直到1年后回京述职，刚踏进府门，迎头便是一拐杖狠狠砸在背上。逆子，
你还知道回来？云舒被你们逼了，走了高兴了。清河红了眼眶，将军，小姐都已经走了1年了。沈慈心脏猛地一跳，走什么走了？一张纸轻飘飘落到他跟前，放弃书3个大字，几乎灼烫了他的眼。熟悉的簪花小楷，签名手印，末尾是京兆衙门鲜红四目的官印。沈慈一阵茫然，哑然问：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？申母举起拐杖又要打，泪流满面。我写了多少信给你？1年，整1年了，你可真狠心。他缓缓转头看向苏婉，回北疆后往来私信都先由他经手。苏婉揪着帕子，眼里汪着泪，楚楚可怜的去拉他袖子。是，夫君之前不是说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，不必特意知会你吗？沈慈狠狠甩开他的手，追出门去，跑得太急，以至于被凸起的石头狠狠一绊，踉跄一步，扶住门框。来人，备马！马夫见他满脸害色，不敢耽误，牵了马，战战兢兢地问：将军哪去？沈慈顿住了脚，心口猛地一坠，像一脚踏空，心口剧痛，像被钝刀一寸寸凌迟。天大地大，他去哪里找他？沈慈弯下腰，大口喘着气，眼前阵阵发黑，心疼莫名。后知后觉，他好像把他带回来的姑娘弄丢了。我跟爹娘回到江南，江南的冬天湿冷入骨，头2个月我总不适应，手脚冰冷，但春天也来得早，开春后就是杏花微雨，细风吹柳，这我又真喜欢。我爹是镇上学问最好的夫子，守着家传的小小书院。我在将军府那些年，跟养母学了很多，正好帮阿爹打理书院琐事。爹娘起初还自责，怕我过不惯清苦日子，但后来发现我记账、理书、批改文章，样样做得入迷，才渐渐放了心。夫子们见我也都是竖起拇指夸的，但书院小，要打理的地方其实不多，总有无聊的时候。一日清早，我娘一边喂后院的小鸡仔，一边跟我商量，在书院开个女学，也让我来当个女夫子，收些女学生。我诧异的抬起头，他爹，你说呢？阿爹捋了捋胡子，一笑：我看行，云舒的学问在10里8乡的姑娘里也算是顶好了。我心头一热，这以后我也成了书院的夫子，不少人愿意送姑娘来读书，不考功名就学着认字算术明理，以后不管嫁到哪儿，总归不吃亏。农忙时，我就跟着爹娘下地侍弄菜园；农闲时，我便教书写字，日子甜得满满当当。忙起来的时候脚不沾地。离开晋城1年后，我收到清河辗转给我的信，他说沈慈知道我走了之后，像疯了一样找我，把自己关在我屋子里，1天1夜不吃不喝，还逼问清河我的下落。清河自豪：表姐，我可聪明了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我读完，将信纸收好。京城那些事缥缈的像上辈子，只是我的婚事始终是爹娘心中的大事。我不小了，又嫁过人，在旁人眼里就是大龄姑娘。他们想起我在京城的糟心事，就忍不住叹气，怕我从此绝了心，当一辈子老姑娘。我也没说不嫁，可若是遇人不淑，日后夫妻原怼，这滋味还不如一个人算了，其他的看缘分吧。因噎废食的道理我懂，天底下的男子也不都是沈慈那般的，比如像那顾员外，跟他夫人相识于微末，如今两老白发苍苍，每日环手牵手的送孙女来上学，子女房里也都干干净净，无人纳妾，家风清正。再比如那温秀才，中举后宁愿用功名给发妻托了贱籍，甘愿外放做个小县城，也没有抛弃糟糠妻。只是啊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这样的人啊。阿娘狐疑地看我一眼，大概觉得我在拿话搪塞她。西周的日子过得平淡有趣，这女夫子我也当了半年。这日学堂散学，顾员外家的小孙女迟迟不见家人来接，眼看天色阴沉，我便将她带到后堂，火一烧，围炉煮茶，直到入夜，小雨淅淅沥沥下起，才有人匆匆赶来。我围着围裙就带她出门。小叔叔！小女孩眼睛一亮，扑向来人，来人拉长了声音，眉眼都是对小辈的宠溺。玩得开心吗？这便是他常挂在嘴边，带他放纸鸢，教他认字骑马的小叔叔了。青年撑伞立在檐下，眉眼清朗，带着书卷气，雨水打了一脸。我递了块干净的帕子过去，青年腾地一下脸红。多谢姑娘。他瞧见我的围裙，以为我是书院的侍女，道：劳烦姑娘替我跟继夫子道声谢，照顾我家侄女。我点点头，我就是不客气。他愣了一下，脸更红了。失礼了。中秋那日，顾老夫人笑眯眯地上门，邀了书院所有夫子学生去在他家别庄办过节灯会，诗会一起办，十分热闹。老夫人挤眉弄眼跟我说，灯谜对子都是顾燕之想的。顾燕之便是那日来接杏儿的青年。顾家最小的儿子却没被宠坏，一心读书，性子温和，只是明明年岁不小，却总像少年人那样容易脸红。自那以后，
每日来接星儿散学的，换了人，有时带些时令瓜果，有时带些诗词书籍，支支吾吾，不敢看人。顾燕之来提亲那日，爹娘都吓了一跳，看看我又看看他。阿娘问我云舒，你怎么想？我点了点头，愿意的。顾家是十里八乡出名的士绅，家风清正。顾燕之以前也是阿爹的学生，身家品性，爹娘再熟悉不过，是个可托付的。爹娘高兴，当场应了婚事。顾燕之笑眯了眼，见过岳父、岳母。就这样，2个月后，我又嫁了。婚后，顾燕之发奋读书，说要让我当个官夫人。我笑笑，科举考试哪有那么简单？可还真让他通过了乡试。第2年春天，便要去京师参加礼部试。我早早打点好家里的一切，交代下人照顾婆母和爹娘，日常用度、注意事项都列成了单子。马车辘辘，一路向北。顾家在京城有别庄。我们落脚后第7日，顾燕之便去拜会太傅，递交文集行卷。我操心的毛病一番啰嗦交代。郭太傅是3朝大儒，为人并不迂腐，最讨厌阿谀奉承。见了人，你只管有问有答就是。这是君山雀舌，他爱喝这个。顾燕之连连点头。娘子交代的准没错。我在门外候着，车夫探头问：夫人，我们要在这里等公子吗？我摇摇头，去朱雀大街。马车重新动了起来。将军府还是老样子，杨柳依依出墙来，眼角青苔绿。2年没见，二老老了许多。我俯首长拜，声音哽咽：云舒不孝，未能侍奉西夏。养母很激动，茶盏落在地上，瞪着眼看了我许久，才几步过来，一下打在我肩上，却没用力，涕泪纵横。你好狠的心啊！一走就是2年多，音讯全无，你是要急死我们吗？养父也红了眼眶，背过身去抹泪，我也落下泪，连声认错。他们没怪我，养母哭着说是沈家对不起我，让我受了委屈。我将这2年来与爹娘相认，在江南安家的事细细说来。养母上下打量我，见我面色红润，衣衫虽不华贵，却整洁得体，知道我过得不错，才渐渐收了泪，破涕为笑。久别重逢，养父母有说不完的话，谈论的最多的还是苏婉。我离开后，沈慈去北疆驻守，只能把苏婉留下看顾家里。我留下的手札事事交代清楚，但他就是处理不来，京中人情往来，府中庶务，屡屡惹祸。国公夫人作寿，他送了西域香，害得国公夫人当场哮喘发作，差点没救回来。几次宫中宴会，礼仪出错，言辞不当，也闹出不少笑话。每每都要养父养母善后。苏婉委屈，写信去北疆诉苦，沈慈只回了一句：云舒就做得很好，大漠儿女敢爱敢恨。他也是个有脾气的，当即撂挑子回了北疆，跟沈慈大吵了一架。后来沈慈被调回京城，不再驻守北疆，两人同在屋檐下，常因为琐事闹得鸡飞狗跳。苏婉抱怨各府勾心斗角，后宅夫人矫情，备受京城贵妇圈排挤。沈慈耐心耗尽，每每拿我如何堵他的嘴。说起两人来，养母连连叹气，我静静听着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拜别了养父母，我转身出府，经过某个地方时，脚步不自觉地顿了顿。曾经被铲得面目全非的苗，如今又种上了花草，可已经不是我以前打理时的样子。物是人非，不必停留。我收回目光，抬脚就要走。沈慈刚从外面回来，看见我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双眼一亮，他朝我笑了笑。你回来了。那笑容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谨慎。他快步走来，伸出手，我侧身避开。沈慈的手将在半空慢慢收回，指尖拳了拳。我退后一步，脸蓄失礼，声音平静无波：见过兄长。他像是没听懂。笑什么？我歪了歪头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小时候他将我捡回家，我喜欢追在他身后喊慈哥哥，一喊就是10年。他被迫娶我，我红着脸喊他夫君，他当时便冷了脸，厌恶的呵斥：以后不许这么叫我。他从未承认我是他的妻，他说只当兄妹，如今如他所愿，往后他只是我义兄了。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喉结滚动，才涩声问：这2年你……我正欲回答，此时院门处传来脚步声，我越过他肩头，立刻笑开。夫君。沈慈身体一僵，顺着我的目光愕然回头，顾燕之过来接我了。娘子。他不可置信，满眼震惊。你成亲了。顾燕之看看他，小声问我：这一定是沈将军了，娘子，我该怎么称呼？大舅哥还是将军？我笑笑，他是我兄长。顾燕之爽快行礼，见过兄长。沈慈身形颤了颤，眼里的光瞬间暗了下去，像蒙上了一层灰。我没见过他这样，他对我总是百般厌恶，千般冷落。我看不懂他眼里的情绪，也不想懂。直到我跟顾燕之拜别离府，他始终站在原地，视线不肯挪开。马车走出一段，有人追来。云舒小姐，将军有东西给您。奴仆抬上一个不小的木箱，我打开看，里头的东西满满当当，都是我跟他成亲后曾想讨好他，给他送的东西，同心结、剑穗打的绦子、绣的护膝。那时他早已厌弃我，从未收下，我不舍得扔，藏进箱子，小心翼翼保管着。顾燕之凑过来，酸溜溜地问：娘子，这是什么？我摇头，
这醋坛子，我合上箱子，还给沈家下人。都不要了，随你们处置吧。初时这日是顾燕之参加礼部试的日子，我将她送到贡院，仔细替她理了衣襟，叮嘱好好应答。她温温一笑应下，一步三回头的进了大门。我在贡院外等她时，遇见了熟人。苏婉穿着一身锦缎华服，穿金戴银，华贵的我差点没认出来。我们算是旧识，我微微颔首，算是打了招呼。她冷冰冰看过来，目光像淬了毒，怨恨喷薄而出。云舒，你好不要脸！我蹙眉，这是怎么了？她旁若无人，指着我手都在抖。都是你，害得我们家宅不宁。我略一想，听清河说他得知我回京，还过府拜访后醋意大发，当天又和沈慈吵架，还动了手。可这也能怪我头上？我目光平静又坦然。我不过是拜见养父母，尽一份心意，有什么问题？可苏婉一腔愤恨，脸上怨毒扭曲，全然不顾这里是人来人往的大街，破口大骂：你已经是个下堂妇，怎么还这么不要脸，回来勾引男人！是来拜见养父母，还是想别的？只有你自己知道，简直不知检点！我喝了一声。沈慈娶的媳妇当真是敢爱敢恨，她声音很大，不多时就引得人驻足。有人认出了我，更认出了她，低声议论：这不是逼得沈将军原配自请下堂的那位？痛处被戳，苏婉脸色铁青，随即暴怒：我是骠骑将军夫人，就是一个淫王荡妇，要你们作画！我心下一沉，如今她是将军夫人，要仗势欺人，今日恐怕不能善了。正当我思忖如何应对时，沈府下人跑来：有人状告你和将军收受贿赂，要来抓拿你们归案啊！接下来几天，清河常悄悄跑来别庄，跟我互通消息。苏婉当上将军夫人后，胆子也肥了，收了不少钱财，允诺官场好处。坏就坏在她收了钱，却一件事都办不成，只推脱难办。久而久之，有人不满，一纸状书将她和沈慈告上大理寺。最后，沈家花了不少钱，赔足了受骗人的钱财，又交了大笔罚金，才将人从牢里捞出来。大牢前，沈慈当着所有人的面休妻苏婉泪眼婆娑，不可置信。沈慈仿佛第一次认识到她的蠢笨，一张脸上都是茫然。她拿出两人山盟海誓，泪如断珠。你不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永远不会不要我吗？以前沈慈仗着我的妥帖，我的隐忍，对我视若无睹。现在苏婉仗着她的喜欢，肆意妄为，不都是有所依仗吗？失望累积到不堪重负，再认真的山盟海誓，不过是空口白话。沈慈被苏婉所累，虽她是无辜的，但官家也要做做样子，罚她一罚，连贬2级至蜀中驻军参将。但以她过往军功，估计没1-2年就能回京离京赴任前。他又来寻我，要亲口跟我道歉。他站在门口，人瘦了些，眼里闪过愧疚。对不起你。他说他还有许多事要跟我道歉。我知他想说什么，但我摇摇头，过去的事不要提了，耿耿于怀才是放不下。我早能坦然相对，心无芥蒂。我要去北疆了，父亲母亲那边。兄长放心，我接过话，我会常去探望照看，不会让他们无人看顾。太傅很赏识顾燕之，将他收入门下。礼部试过后，授官留京，现在已经是个正经的京官。前程正好，我也跟着他留在京城。沈慈点点头，目光在他脸上停了片刻，颓然一笑。哎呦，老妹子！沈慈离京那日，我没去送行，只让顾燕之代劳。城门边，晨雾未散，沈慈拜别父母，翻身上马，勒将回头，再一次确认云舒今日不会来送他了。只见顾燕之送行后上了马车，小厮抱着一件厚披风，正絮道：夫人说您起得早，没用早饭，点心温着呢，是公子爱的蟹黄包。穷人还叮嘱北门风大，仔细着凉。顾燕之接过披风，埋手在披风里，深深吸了口气。娘子真好。沈慈默默移开视线，他攥紧了手里的缰绳，也攥紧了方才顾燕之给他转交的信。寥寥数语，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他弄丢了的姑娘，再也不是他的了。